雪是在夜里开始下的，没有预兆，没有声音，就这样落下来了。北海的冬天不像中原的冬天，它不是渐渐冷，是突然就封住了，天地之间一片白。他站在羊群边上，听着那些牲口低沉的喘气声，呼出来的雾在冷空气里散了又散。他叫苏武，几个月前，他还是汉朝的中郎将，奉命出使匈奴，带着桀瘴，带着天子的旨意，带着100多个人往北走。那个时候，他没有想到，这一走是19年。命运的风向是在他抵达匈奴王庭后，突然变得副使张胜卷进了一场他不该卷进去的刺杀计划。消息传到苏武耳里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件事已经没有办法说清楚了。匈奴单于大怒，所有人都被扣押，苏武也在里面。有人来劝降，说投降吧，你的国家那么远，你的皇帝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投降至少还能活着，没有人知道。那一刻他心里是什么感觉？或许想过，或许没有。他没说话，拿起那根桀杖往自己胸口刺下去。没死成，伤养好之后，他还是那个苏武，一个字都没有改口。单于没有杀他，杀一个不肯投降的人太容易了，也太便宜他了。他们把苏武关进一个地窖，不给粮食，不给水，就这样，冬天，地窖里的温度低得让人发抖。苏武躺在那里，饿了就把地上的雪抓来吃，把羊皮上的粘毛塞进嘴里，慢慢嚼，慢慢吞。几天过去，他还活着。单于听说了，觉得这个人有点不可思议，说这是神灵保佑他，于是画了一个办法，把他送到北海去，让他在那里放羊。北海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，那里是匈奴流放犯人的地方。单于说，等公羊生了小羊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不过，公羊是不会生小羊的。北海的草地比他想象的更空旷，周围几十里没有人，只有羊，只有风，只有湖边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冷气，在脸上拂过去，像刀，又不完全像刀，更像是什么巨大的东西，靠近了你，却没有说任何话。他的手里一直攥着那根桀杖，汉朝使节的桀杖，顶端有牦牛尾做的穗，是身份，是使命，是他离开长安那天，皇帝亲手交给他的东西。他放羊的时候带着他，睡觉的时候放在身边，甚至在那个地窖里快要饿死的几天，他也没有放开过。第一场雪落下来的那个夜晚，他坐在羊群里，看着湖面上的薄冰，一片一片的成型。湖这么大，回家的路比这个湖还要远。他或许想过家，想过长安城墙的颜色，想过某个熟悉的街道，想过他的母亲，但他没有哭，或者说没有人看见他哭。北海只有羊，羊不在乎他在哭还是谁在哭。第2年，李陵来了。李陵是汉朝的将军，后来在战场上被围困，没有援军，投降了匈奴。
他替单于来劝苏武，说：“汉武帝已经老了，你的兄弟死的死，流放的流放，你的母亲也走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”苏武听完，说：“我父亲是汉臣，我是汉臣之子，君是臣以礼，臣是君以忠，我死，不能辱国命。”李陵沉默了很久，临走之前，他哭了。他说：“义士，我李陵是个罪人。”他走之后，北海又剩下苏武一个人，和那些羊，和那根结杖，和越来越深的冬天。年份是很难计算的，在那样一个地方，没有历书，没有人报时，只有羊，只有湖。结冰又化冰，冬天又是冬天。他的头发慢慢白了，结杖上的牦牛尾也慢慢脱落了，一根一根，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棍。但他还是带着它，放羊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，每一天，不知道是哪一年，汉昭帝继位了，汉匈两国议和，汉使来要求释放苏武。匈奴说苏武死了，汉使没有相信，想了一个办法，说：“我们皇帝在上林苑射猎，射下了一只大雁，大雁脚上绑着一封书信，说苏武还活着，在北海。”这个故事是假的，但匈奴人不知道。单于震惊，最后承认苏武还活着。他回到长安的那一天，是在他出发的19年之后。走进城门的时候，手里还拿着那个木棍，毛毛早就不见了，只剩光秃秃的一截。街道还是那条街道，只是他不认识的脸多了很多，认识他的人少了很多。他走过去，没有人记得他那根棍子，原来顶端是有碎的，有些东西，时间没有办法还给你，但他带回来了另一种东西，是什么很难用一个字说清楚。或许等某个更深的夜晚，再慢慢说。如果今晚这个故事让你睡得安稳一点，就按一下订阅。明天还有一个故事等着你。